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62.92，收盘价是258.8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5.41，最低价是在256.6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115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1倍量增。KD 值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快线即将下穿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。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后的回档中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也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并且呢，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。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将会继续回档。那继续回档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68附近；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给出的股价是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65.5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62附近。实际在10月12日收盘价是在258.87，出现了回档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呢，在点位上是有一些差别的，但是呢，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都跌破5日均线值和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那我们刚刚从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的现象，股价将会继续回档，因此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0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目前还是251，251是10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，这是前低，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好，那么一旦跌破这个位置呢，接下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234。跌破234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当然，在跌破234之前，还有一个中间目标，就是242。242，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描述。3个目标分别是251、242和234。我们再来看上行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0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69。因为目前股价是在回档的状态，如果股价回档成功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前高，继续出现头高，继续维持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这是它上行第一个要站上这个第一个目标的原因。那么这个目标被站上，股价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9，站上279就是要
继续2023年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再次出现头高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我们已经多次说过，这条趋势线将是一个特别重的压力。对，那在10月13日，这根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到达了272附近。好，那么279被站上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。站上299的目的同样是要恢复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那实际上目前如果抛开我们对趋势根据趋势所定的目标之外，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条趋势线，因为有2次是在趋势线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回档的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目标的分析说明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10月13日盘中我们给的关注位，对，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256.5这个位置。那之前我们给的也是对于10月12日来说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说，股价一旦在这个前低下方运行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再把这条水平线移到256.5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关注它的原因，同样就是说，在10月13日盘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，或者说是一旦跌破前低，在盘中如果在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得到支撑而出现反转向上呢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平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。这是我们关注它的目的。对，当然如果股价在10月13日开盘之后，是一个不管是高开还是低开，那股价一旦是在前低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低。对，如果股价收低呢，我们认为最强的支撑应该是下方的250，这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2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9月29日，收盘价5%进场，在10月4日收盘价10%加仓，在10月10日收盘价，这个位置是10%加仓。那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60附近。我们在10月12日给出的止损位是守当日的20日均线值是在256附近，那么股价目前没有跌破它，所以这个仓位如果在上方没有获利，应该是继续没有获利出场，应该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10月13日，那这个仓位我们要给的止损位同样是守20日均线值，20日均线值在10月13日我们测算是在255附近，也就是我们要守255。一旦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那目前股价在这个位置呢，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，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。当然也在技术上也是不可以加仓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10月13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因为目前股价
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，然后跌破5日均线值，这都是包括 KD 值，这都是指标向下的一些信息。所以一旦10月13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。所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对，那空头的目标是250和下方的234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就是269、272和上方的279，这3个位置是他们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60到261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69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72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258附近。第二个支撑是前低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255到256之间。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251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50日均线值也会在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回档。那么我们要给出2个点位。如果股价继续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60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55，收盘会收在256附近。这是第一个点位，在这个位置。但是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251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53附近。那这2个点位，也就是继续回档的条件，就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6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或者我们叫说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7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6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9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